10年前，我经常在网上刷到一张这样的图片：高大的黑色玄武岩整齐地排列在翡翠色的河畔。于是我在地图上找到了它，默默做下了标记。那一刻，冰岛从一个地理名词变成了梦想坐标。而此刻，我们正驾车走过冰岛的旷野，向着地图上那个静止的私藏记号慢慢靠近。这个地方的名字音译为斯图德拉吉尔，它藏在冰岛东部的冰川河谷中，但冬日的冰雪让这条通往它的路变得比想象中更加艰难。限速20，我天，这路那太吓人了，这路我天哪，开得上去吗？这路敢开吗？我直接哭了。回来你看。我选择走回来。得随时用方向盘保持平衡。沿着河谷而建的923号公路连接着峡谷和1号环岛公路，全程17公里的路程在眼前这种路况下变得格外的漫长。最终经过30多分钟的驾驶，我们终于到达了停车场。我们现在就要去徒步了，这感觉还是像是冰川徒步似的。我们换上冰爪了。我们2个人准备去下面的那个玄武岩还有那个瀑布看一下。冬天跟夏天完全不是一个景色呀。这冬天所有的都已经冻上了，看这底下是这边应该是个峡谷，里面都是水。结果现在都被冻成冰了。我们就是要顺着这个峡谷徒步3公里，然后就能到达我们的目的地了。从停车场开始，我们将会沿着砂石步道继续徒步去往观景点。这条步道单程接近3公里，在终点有一片规模宏大的6边形玄武岩柱，曾经在那里沉睡了数百万年，直到2009年上游水坝建设，河流水位降低，它们才从隐秘中浮现于世。我们俩现在走在这种冰天雪地之中，脚底下深一脚浅一脚的，然后整个四周围，一个人没有，都是雪，都是冰，都是冰，对，才刚开始，还得走好长时间才能走到，走这个路都是冰水混合物啊，这真是冰水混合物。慢点啊，前面还有一个，一脚深一脚浅的，看，一脚深一脚，哎呦呵，看，绿色，我天，这个路可不好走。你看，这个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。夏天是这个样子的，看照片多好看，就是这个地儿，这是我们的目的地。但是冬天这路是这样子的，看这个石头，这已经是玄武岩的感觉了我们待会儿要看的那个就比这更重要。这是那个瀑布，你看已经被冻上了，这个瀑布已经被冻成孙子了。简直太好看了，哇，太美了冰瀑，哇，头一次见此等奇观，哇，我们早上去看一看。虽然刚经过冰川徒步的磨练，但眼前的这条路绝对是另一种考验和挑战。太难走了。冰川徒步都是认真。
这，这好像都是水的样子慢点啊！这个地儿一会儿要看不到什么奇观，我就咒骂他，我就骂他，我就对着玄武岩骂他。走。长时间的冰面行走，加上阴沉的天气，还有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的大风，让我们渐渐变得崩溃。那对面停着几辆车，我估计有可能就是这个观景点，但是我现在眼都睁不开了，风太大了，夹杂着雪粒吹过来，所以冬天来冰岛一定要戴防护面具、面罩还有雪镜，要不然眼睛都睁不开了就像这样现在只能留一个缝隙这样走路了对，好吹的朋友是所以下回来冰岛旅游，尤其是我不知道我说话听得见听不见，但是下回来冰岛旅游一定要戴面罩，戴完面罩要戴护目镜，戴完护目镜还要戴冰爪、冰镐，所有带攀岩的东西，甚至安全帽都要戴齐了。这底下简直别有洞天啊！我给它起个名字，叫什么呢？黄汤峡谷，都是黄的，估计寒流。雪，哎呀，雪啊，一天一天的飘啊！脸上，特别的打脸，这叫打脸小气。真是好打脸啊！这是进了什么门了？我估计走过这个门，应该就是快到了那个地儿了。你看，我们后面还有2拨人。还有一个大哥自己来的继续我天哪，雪罩跟面镜太重要。哎呀，这19.9块4双4只，就还是不行啊！哎呀，不行，我脚太滑了，我现在是太狡猾了。我好狡猾呀！我们老外比我们陡快多了。人家那别是冰面。对啊。看这边这个玄武岩。哎呀！打脸了。我觉得我们快要走到了，因为已经看见了这个山谷对面的观景台，然后河也已经出现了，侧面的悬崖上都是玄武岩，然后远处是冻上的河谷，太不容易了。我这地上现在是一大坨的冰，太不容易了，太不容易了。Valley where the roots lay low and the river bends while the water flows. You were laying down with the toes exposed on a rock you found with the morning's warmth. Oh, I'm glad that I found you. Oh, I'm glad that I found you. 我都快哭了。我看到峡谷的入口了，现在眼泪已经，现在呢好像就是太阳突然出来了，简直是太给面子了，不愧是等了10年的地方，哦我的天啊！太阳还下着雪不行，太激动了！
你想我在澳洲上学的时候是哪一年？13年开始玩那个ins，看到在这儿，然后我来了，天哪，太激动了！给你完成了这个壮举。自然用火创造，用水雕琢，用冰装饰，这是地球的耐心艺术。而梦想，用想象描绘，用时间酝酿，用脚步抵达，这是冰岛赠予我的珍贵礼物。中国人的血脉觉醒是在拿到棍子开我跟你说，一会儿GoPro掉了，难不成我是少林？你这个少林棍算可以啊！你在河南没少学，你在河南可没少学。这啥枪你都会哇！累不累你？返回停车场的路程依然是场考验，升起的太阳加速了雪的融化，道路变得更加湿滑。回去的路特别难走，现在刚才是雪的那个地儿都已经变成冰了，加上这个我冰爪所有的齿都已经掉光了，都粘在雪上了。现在这个冰面特别难走，只能抱着这个绳子，但是一点一点出溜，然后再加上这个风往后推着你，你就不动，它也就跟冰面似的，你往前推着走，特别难走。它还有一只的冰爪，我已经一直没有了，所以我格外的滑。我现在是特别狡猾，狡猾极了。在远处看见我们的车了，就是那个白的。天啊，简直这一道全是冰，一点路标都没有，不知道走对不对只能跟着脚印往前走，还走岔路上去了，简直了！哎呀，这个就跟探险一样了。这个来前的路跟去时的路完全不一样，我感觉。风一刮过去之后，地形感觉都变了都。来时空无一人的923号公路，在我们返程时稍微热闹了一点点，遇到了2-3批即将开始徒步的游客，而我们也将开往下一站。我们今晚的住宿定在了米湖附近的小镇雷恰利兹，从峡谷出发，沿1号公路北上，行驶130多公里即可到达。我们的路线会经过冰岛北部有名的景点代替瀑布，它离1号公路仅有30多公里的路程，也自然被我列入到返程的游览计划中。然而回到1号公路，才开出不到10分钟，路面出现了积雪。本以为峡谷的考验是终点，没想到归途才是真正的试炼。
我去，后面那车也不敢开快，你看，这你也慢点，咱慢慢走，慢慢走，开个60就行。啊。我去，这是什么路呀？我的天哪！而且它这风向看到吗？这会儿是朝这边开，一会儿往对，一会儿往一会儿是往那边，这感觉是像是转着圈儿吹的这种感觉。山里能见度越来越低，车道线逐渐消失，道路仿佛陷入了白色的漩涡中，没有尽头。去往代替瀑布的计划，在这场风雪中显得如此遥远和不切实际。在高度紧张的驾驶中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尽可能在遇到的停车点进行修整。周围现在是白，什么都看不到，只能看到远处几座山头，像是在云里一样。我们现在正去往雷恰利兹的路上，这里已经属于是冰岛的北部。车子开到之后，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山区，路况特别的差，然后周围都是雪，视线非常的有限，几乎能见度非常的低，大概有50米左右。然后路上也是全是雪，这是一种比挪威还要困难的模式。这个开车的等级简直是上升了一大截，还不知道这样的路要继续开多久。现在继续出发，希望今天的路会好一点。在侧风的时候不能开太快，开得越快越飘。跟你预报一下，前面还有一个大概110度的弯道，非常的弯，所以提前减速。不是这去瀑布的路也这样吗？不知道，还因为还有6.8公里就该拐了，还有700米。哇，这路看说啥？疯了吗？啊，不行，咱别去了。我跟你说，写了个 impossible， 你看，太那什么了，写了个 impossible。要不开一会儿？别开，你开一会儿你也这不好回来呀。就是你要是在这儿，你往里开的话，如果出现了问题，道路救援就会收你多的钱。咱别去了，听我的吧。这天儿，你看这路都写了 impossible 了，咱去住宿吧。我看咱到时候看那众神瀑布，行吧？对，安全起见。今天就也轻松一下。听人劝，吃饱饭。对，听路劝，吃饱饭。还有26分。这个号称欧洲最汹涌的瀑布，曾是我清单上的下一站。但真正的冒险家不是莽夫，他要懂得敬畏自然，明白留下遗憾是为了下次再来的借口。海拔降低，山路渐缓，雪原在车窗外重新舒展开来。雷恰利兹是一个拥有丰富地热资源和火山景观的小镇，热电厂冒出的蓬勃热气创造着人间的温暖，也仿佛欢迎我们的到来。真的很像火山爆发了，这个好臭。终于到了今天的小屋，这有点小，但是看起来还是挺温馨的。最无敌的就是这里，窗外就是火山。今天呢，又到了吃饭的时间啊！今天我们使用的呢是一个公共厨房。在这个公共厨房，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呢？首先，它第一道菜呢就是麻辣土豆粉。我的天哪，麻辣土豆粉，然后配一响铃卷，里面再下个蛋。那第二道菜呢，就是
家乐浓汤宝做成的挂面，里面加上一些这个是奶酪的小馄饨，再配上一些混合蔬菜，最后也要下一个鸡蛋。最后呢，我们再烤4块鱼排。这个鱼排呢是超市里买的，直接把它放入烤箱，看看烤出来是什么味道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就开始我的制作。哇！10年前在地图上的那个坐标，最终带我来到了冰岛最难忘的一天。这里有温暖的晚餐，峡谷的风雪，也有放弃的遗憾。旅途教会我们关于取舍与珍惜的智慧。最美的风景不只在目的地，也在通往它的路上，更在风暴后那盏为你亮起的灯里。梦想在路上等你，但请记住，安全抵达才是所有故事的前提。后面有辆车，你慢点开。他要超你。都给你录下来。吵死。